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香港事变后，中国开始向美国说好话啊，这是一个政治新闻。我先解释一下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啊。昨天在我们直播9分钟之后，我的网断了，这个网络直接就断掉了。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些我自己的摸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摸索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要跟这个网络公司联系啊，网络公司它实际上它网络是存在啊，是没有问题的啊，它只是把我从那个网络的账号中踢出来了。他把我从网络中踢出账号，实际上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的设备，就是我用这个账号登录的设备没有办法用到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络是正常，就是网络本身正常，我只是被账号踢出来了。后来我就没有办法，我们就终止了直播啊，终止了直播之后，我再跟我的网络公司联系啊，打电话找网络公司啊，网络公司最后告诉我的情况是什么？我的服务被终止了，原因其实很搞笑。这个非常搞笑的原因是什么呢？非常搞笑的原因是我之前我搬家，然后发生了迁移啊。迁移之后呢，他们网络公司有一个责任，就是他要告知你一些情况，确认你的授权。但是非常搞笑的一件事情是，网络公司不仅帮我完成了迁移，而且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我们新的网络啊，已经在这里运行了1个星期之后，他才跑来找我。要我确认这个迁移的这个需求，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公司真的很搞笑。而且不仅如此啊，不仅仅如此，你说你让我来确认就确认没关系，你打个电话来，我说是 yes 不就行了吗？他把我的网络服务中断，把我从账号上踢出去。而且要我自己打电话去他们的市场部，然后再确认这件事情。当然我据理力争，我还有个朋友帮我说话啊。结果的情况是今天上午啊，他打电话过来确认啊，而且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确认，然后我的网络就恢复了，重新登录，然后我就 take back my internet service， 就是我把我的 internet service 拿回来了啊，就是一件这样非常乌龙的事情啊，没有受到任何的攻击，我也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啊，因为收到很多网友的信息啊，说这个是不是被人搞了？没有被人搞啊，就非常普通的一个就是大企业的毛病啊，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也有很多网友最近对我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很多的关注啊。2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大家知道，你要是去搬家啊，搬家意味着什么？搬家意味着就是你重新要把你的生活梳理一遍啊，这是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啊，那可能就有点累啊，所以有的时候脸色不好，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光线的问题啊，因为我这边和我原来的工作环境不一样，原来工作环境是在一个地下室，就基本上完全没有自然光任何的光线的问题啊，就是全部都是打灯啊，基本上就这样，所以光线非常稳定啊。但是到了这边之后呢，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室就不是一个地下室啊，是一个正常的房间啊。所以我们之间遇到了什么呢？遇到了这个回音啊，回音我把东西摆完之后就没有回音了啊。
然后还有光线啊，现在是上午啊，然后到了晚上直播的时候就天就黑了，啊，光线又不一样，所以我要不断的调这个色温的问题，我还没搞定，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搞定啊。然后其实我们过去1个星期的时间，我的生活不正常啊，我的生活不正常，然后当然会影响我的工作和影响我的体态和表现，所以请大家理解啊，请大家了解，我是向大家交代啊，就是说一个这样的 situation，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啊，就我还是正常的啊，就是我还是正常的在工作啊，但是有一些 situation 啊，会影响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会显得有点憔悴，是搬家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头发长长了，我没时间去理啊，我很想去理一个短发啊，但是留长发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想那么频繁去理发啊，因为留短发其实理发时间会更频繁，那么但是我想留长一点，但是现在发现留长一点也挺麻烦。Anyway，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我做一个完整的交代啊，那么我今天会把昨天没讲的，其实昨天我只讲了一半啊，就是关于留学生政策的问题。那么另外一半我还没讲，我今天会补充讲完啊。先讲今天的议题啊，香港事变后，中国开始向美国说好话啊，什么意思啊？新闻本身啊，7月9号，中国有一个叫公共外交协会的啊，然后和北大、人大、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联合办了一个这个视频论坛啊，这个视频论坛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叫相互尊重、信任合作啊，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啊。然后就有一堆前高官啊，其中有一个是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啊，这个陆克文已经变成了中国御用外宾啊，就是哪里需要就拿来放啊，放。这个陆克文也厚颜无耻，就是甘做这个活动背景板，他就是活动背景板，这哪里需要活动背景板就把它放啊，这个陆克文真的是脸皮非常厚啊。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美国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这个人也是经常参加中国各种活动的啊。这两个，一个是陆克文，一个是坎贝尔啊，都属于那种活动背景板的性质啊。然后参加的还有谁呢？就是王毅，外交部长王毅，前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前外交部副长傅莹啊，他们都有发言啊。那么这个公共外交协会是个半官方机构啊。那么会长吴海龙原来是外交部部长助理，这个协会成立在2012年啊。那么都是外交官或者是对外关系的官员啊。那么他有社团法人的资格。那么有64个创始会员，就是反正在中国能够做这种动作啊，就是其他国家正常能做的动作，都属于官方机构，只不过他用民间的身份跑出来，但其实都是官方机构，官方给钱的啊，官方给钱的。这种组织呢，就是以民间面目啊，其实就是骗西方，我就是说。中国对西方，只要面对西方的时候，就是一个字骗。比如说啊，以民间面目出现的官方机构，其实还是骗。这个时候呢，这种组织呢就跑出来搞一些活动啊，这个时候就需要它了。这个给了1年的经费啊，就这个时候起点作用啊，说一些官方在正式场合不方便讲的一些话。就在这种平台上讲啊。好，我们讲王毅啊，王毅讲怎么说的好话呢？啊，他是这么说的：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在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为对手甚至敌人啊，包括我了，讲的就是我了。
美方应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啊，这个话是没错啊，话是没错，看你怎么从哪个方向理解。王毅强调啊，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好听吗？非常好听。你看王毅平时呢，那撇着脸、撇着嘴、拉着脸，这个好像觉得自己很帅的样子。但是你看，现在他也会讲好话的啊，就那种战狼式的外交，现在开始讲好话了。为了缓和并恢复中美关系，王毅提出3项措施，包括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啊，大概是3个领域，有具体措施的啊。赵启正就说什么呢？赵启正说，中美需要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特别是管控好双边关系中的敌对因素。中国没有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发起挑战，中国也不想参与一场新的冷战。中美两国都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只要中美坚持合作共赢，减少对抗，两国一定能超越修昔底德的陷阱啊。然后傅莹是前外交部长，傅莹是个非常强硬的外交官啊。那么他这么说，他说中国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设计啊，这很强势啊。中方可以推动在关键领域的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合理关切。双方需要加深理解，就行为边界和底线达成共识，对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做出必要管控，这非常强硬的立场啊。那我们评价一下啊，这件事情是个什么事儿啊？中国在5月底开始启动香港事变，就是港版国安法啊。我把港版国安法整个的进程，我把它概括为叫香港事变啊。我从今天开始会用这个词啊，叫香港事变。5月底开始启动香港事变，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完成立法整个的程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立国安机构派人去派武警去，派官员去建立国安机构这是第二个这个国安机构是个不受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法律管辖的一个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属于太上皇，香港法律管不到它。你想在香港有个机构是香港法律管不了的，那就是太上皇我们叫这个法外机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推动全面控制香港这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包括舆论，包括我之前有专门节目讲这个内容这是第一。然后香港事变引发了全世界的反响那么中国利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对这件事情的犹豫，他就在这1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整个事变的过程就是整个的6月份到7月初，他完成了整个事情的构建实施完成了那么也就是说，在香港事变当中，中国完胜，中国是完胜，其他西方国家完败。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用了1个月的时间去完成，整个西方国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手段阻止这件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了实质性的手段去阻止这件事情的进程，所以中国取得了战略成果，在香港议题上，它取得了战略成果。那么在取得战略成果之后，中国开始在策略上对外开始示好
啊，就这些呢，就是策略上，就是他已经把这东西装兜里了，就是意思什么意思？他已经把这东西抢到口袋里了，他就开始对外赔笑脸了啊！哎呀，这个我们还是要管控分歧，我们还是要这个让我们的关系不要发生对抗。他当然把东西装兜里，他就不要对抗啊，那就不要对抗。目的3个，第一，消解外部压力。现在西方包括欧盟、包括美国、包括英国都在建立统一的对华政策，那压力是很大的啊。那么对外示好呢，是要消解这种压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减少呢这次战略成果付出的代价啊。中国把这个香港这个议题、这个战略利益装到兜里了，那他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包括处罚他，这各种各样的制裁啊，各种都会有啊，都会有。那么对外示好，能够减少他的成本，减少他付出的代价，这是第二个目的啊。第三个，修复对外关系，对外关系弄翻了怎么办？赔笑脸呗。赔笑脸呗，反正这个没底线，没底线就是啥都可以说。中共的话就是基本上，我印象中美国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啊，很到位。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啊，旧金山的那个协会赛啊，他这么说，他说中共呢对撒谎这件事情完全没感觉，他不觉得一件事情是在撒谎，就是说假话。他讲的所有的话不是以正确与否或者是事实与否为前提，他只以一件事情为前提，就是有没有利，只要有利他就说，他只按照有利的角度去讲，所以他基本上他跟后面背后的所谓的道德限制或者真实与否限制没有，完全没有啊。所以中共讲的话从外面来看就是骗我，就是骗，一个字就是骗啊。那基本判断是什么？对这个行动的基本判断就3条。第一，中国没有也不会改变它的既定国策啊，这是就是习近平的中国梦啊，没有见到改变过，这是没有改变，我也没有看到他改变的迹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共的这种行为会循环的做下去，先去进取，非常进取的去扩张啊，扩张是干什么？就取得一个战略成果，取得战略成果，得罪西方，再赔个笑脸啊，然后赔个笑脸，赔笑脸，笑嘻嘻啊，哎，我们还是要合作，我们还是等这件平息下来，哎，再去搞一个事儿啊，搞个事儿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大体上它会循环的做下去，哎。这个伸出去，啪打回来了，那就收回来了，收回来就收了，那就没有打是吧？没有打我就拿了。香港，比如说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印度伸出去，啪打了一下，哎，打了一下，哦，打了啊，那我们还是顾全大局，哎，又收回来了。他没有打是吧？没有打，那我就装兜里了。香港议题就这样，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策略，基本上就你看到2个不同的结果。印度那边非常强烈的反应，收回来。香港这边没反应是吧？我用1个月的时间把它搞定，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大体上这个就是向美国说好话，大体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我再讲2条新闻，其中一条新闻是今天的，就是澳洲的总理莫里森7月9号宣布，澳洲政府将提供在澳洲的香港学生5年临时签证，协助他们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啊。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你持有临时签证，不管是不是学生，其实并不仅仅是学生，就是所有的香港人，你在澳洲持有临时签证，你从今天开始，你的滞留时间延长5年。延长5年，然后5年到期之后，就会提供成为永久居民的路径啊。那么目前呢，这个
目前大概有1万名香港人在澳洲有临时签证，或者是学生签证，或者临时签证，总之就是香港人，你只要是香港人，你在澳洲现在有临时签证，不或者是学生签证，你就自动延长5年，5年之后可以拿永久居民啊，这是个非常开放的政策。然后目前不在澳洲的香港人，只要愿意啊，如果他符合美国移民技术清单，或者是当局的要求，其实它就有很大的弹性的啊，他也可以，你也可以去啊，你可以去，然后也一样，这个成为这个永久居民的路径，提供永久居民路径。然后澳洲还欢迎什么呢？欢迎这个香港设办事处的，原来在香港设办事处的一些 NGO 啊，就是新闻媒体啊、金融机构，你去澳洲，欢迎你们来啊！这个我们提供办公场地，优惠办公场地啊，有提供很多员工签证方案等等，就欢迎从香港离开香港的 NGO、新闻机构和这个金融机构都可以去澳洲啊。然后同时，莫里森还宣布这个暂停执行和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啊。之前上个星期加拿大已经暂停了这个和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啊，引渡协议啊。那么现在澳洲也暂停。那么离开香港的罗冠聪昨天发了一个公开信啊。罗冠聪大家知道哈，就是众志的其中一个发起人成员啊。他在国安法生效前一天晚上离开了香港，他是准备做国际线。香港的抗争分2条线啊，所以香港人还是这个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你的抗争的水平啊。香港人他现在开始分2条线，一条线就本地线。本地线就是这些立法会啊和其他的组织全部都开始走面向这个立法会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啊，像黄之锋他们啊就开始走本地线。现在本地线的抗争转移到哪里？转移到立法会选举，所以民主党会在立法会选举之前进行一次初选。那么进行初选，再选出他们参与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再去选香港的立法会啊。泛民是希望能够过半，就是拿到这个立法会过半的选举席位啊。当然，港版国安法为什么要赶在7月1号通过实施，7月初通过实施？原因的目的就是跟什么有关？跟立法会选举有关。如果国际社会现在还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香港立法会选举上面去，香港的抗争将面临没有办法继续的境地。为什么？国安公署这个时候就会对这些参与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泛民的候选人，民主派的选举人候选人进行打击。所以西方国家这个时候就应该派观察员去香港监督这次选举。如果西方这个时候再不作为的话，那香港就没有了，真的是没有了。香港的抗争在现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香港人现在分成2条线，一条线就是黄之锋他们在本地的议会斗争，另外一条线就是罗冠聪他们就走的国际线，包括推特上面的一些 YouTuber 也在做这些工作，就国际线，做美国的工作，做欧洲的工作，做日本的工作。其实香港人就分成2条线，罗冠聪在做这个工作啊。他就在公开信里面就这么说的，他说呢，有19个国家和香港签了这个引渡条例，那么现在有2个国家已经暂停，那他就建议其他17个国家全部应该是尽快的终止
这和香港的这个引渡条例，如果不终止的话，那后果很严重啊，这是一件事啊，这是一件事。然后就讲一下昨天没讲的议题啊，昨天其实有个议题讲什么呢？川普总统星期二讲了在这个电视访问中讲了一件事，讲什么呢？他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对和这个金正恩会面持开放的态度啊。那他这么说，他说我知道他们很想见面啊，我们当然没问题啊。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我愿意去谈。然后被问到朝鲜再次举行峰会是否有帮助的时候，川普说也许有吧，我和他关系很好，所以也许会有帮助啊。但是其实朝鲜那边呢，对这个金正恩和川普会面呢没兴趣啊，已经2次非常决绝的说没必要啊，没必要，而且直接就讲明啊，说这个会面只会对川普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对我们没有用啊，所以不愿意见面。之前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说啊，说出来讲，这个当然这是川普让他讲的，就说这个他很愿意看到这个川普和金正恩在11月大选之前再次见面，这一定是这个川普掐着他脖子说的啊。那么从民调来看啊，朝鲜议题肯定不是美国选民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川普要提出一个朝鲜议题来？我是这么觉得啊，朝鲜的议题就是一个议题，朝核问题啊。朝鲜拥有核武器啊，美国希望把朝鲜的核武器搞掉啊，但是搞不掉，因为朝鲜背后站着中国啊，所以呢，一直以来朝核问题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牌啊，因为朝核问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影响啊，那么所以解决朝核问题其实一直是美国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美国总统的任务要保护美国的安全。那么这个时候，川普提出这样的议题来，当然，如果他以一己之力啊搞定金正恩啊，那么就搞定了这个朝核问题，那当然他肯定会得分啊，这个没有疑问。当然，与此同时呢，他如果能够搞定金正恩，又能够解决什么呢？又能解决中国的一张牌。其实中国在很多议题上都是用朝鲜牌，打朝核牌啊。那么朝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利益啊，或者是有战略价值啊。那所以川普搞定朝核问题，一方面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一方面又把中国手上的牌给消掉了。所以，川普对和金正恩见面乐此不疲啊，非常喜欢啊。但是金正恩并没有那么叫什么，并没那么热衷啊。为什么？这两面见下来，其实金正恩啥都没得到啊，啥都没得到。为什么？这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金正恩不信任川普，因为他老觉得川普会给他下套，就是他离开了，川普给金正恩 offer 的肯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案。什么方案？你放弃这个核武，你离开中国那艘船，你到我这艘船来，到我这个船上吃香的喝辣的，我保证你又有钱又有权，什么都可以啊，肯定是一堆这样的承诺。金正恩当然他也不傻，都万一这个老狐狸骗他怎么办？他这个下了中国的船，这个美国船开跑了，你怎么办？
这两头不着岸，那一头又翻脸，这一头中朝之间是有国境线的啊，他离中国这么近，你跑了，我这边可怎么办？这不是日子没法过了。所以金正恩也不觉得川普是真心要帮他，他只觉得川普要搞定他，只是想搞定他，他不想被川普搞定。为什么？因为川普你搞定了我，但是你又不负责任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是没办法谈得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互信，没有互信的基础，没有互信的基础，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大家想一下，美朝之间的这个互动啊，见了两面，中间还一直在往来啊，那么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不欢而散中间有一堂就是川普拔腿就走了，直接就走了，把这个金正恩给晒在那儿了。金正恩那个就觉得完全懵了，金正恩当时完全懵掉了啊，就是谈判期间，川普说走就走了。全部人就走了，金正一帮人坐那儿傻都傻了啊，就基本上是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川普现在说又想见面，你想想金正恩怎么会跟他见面？那是不可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朝之间的互动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中朝之间出问题了，中朝之间出现了一个状况，什么状况？那会不会有信任问题呢？我觉得会有吧。你想一下，你跟美国在那勾勾搭搭，每年我还得给你送那么多钱，送那么多物资，对吗？你这个勾勾搭搭，当然他每次金正恩做的其实很到位，去之前去趟北京啊，或者是派代表去趟北京，回来之后去北京报告，他这个还是表现的很到位的啊，表现很到位。但是谁知道两个人共处一室发生什么事情？没人知道啊！你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告诉的，那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没告诉我呢？中国会不会心存芥蒂？这是有可能的。心存芥蒂会不会影响中国对朝鲜的物资资源？这是有可能的。而且有一点非常的特别，什么特别之处？金正恩跟川普见面之后，朝鲜再没有做过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核试验没做过，第二个这个导弹试射没做过，这两个动作一次没做过。这两个动作是什么？这两个动作就是中国要朝鲜去牵制美国的一个基本战术动作，就是核试验一下，告诉美国，这里还有一张朝核牌哦，发一个导弹出去，这个它有运载它的核武器有运载工具咯。这是什么？这就是威胁，中国手上的一张牌。那你想一下，今年以来朝鲜，我们不说远的不说，就说今年以来朝鲜这个战术动作，现在已经7月份了，过去半年朝鲜没做过一次这个战术动作。中美之间现在掐的什么情况？之前中美之间的问题，中国还能用，中美之间没那么差的情况之下，朝鲜还会帮忙搞个导弹，搞个核试验。你现在中美之间掐的这么厉害，朝鲜一个动作都不做，说明什么？说明中朝之间是有问题的，有状况，所以才会出现今年4月份、5月份这个中文的推特上面和 YouTube 上面突然跑出一大堆说这个金正恩身体有状况，地位不保，然后说他妹妹金宇正在接位，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啊！现在还有一些 YouTuber 沿着这故事继续往下编，还在往下编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还在说金正恩身体不好，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不存在，这就是一次大外宣的集体逼宫行为。逼什么？逼金正恩出来。过年之后金正恩都不出来了，
不出来，我估计中朝之间是有状况的。然后中方用什么呢？中方都没用他们自己的北京的媒体资源，因为太明显了。那怎么办？用海外的媒体资源，就用大外宣，说金正恩死了，说金正恩权力不保，逼金正恩出来露面。金正恩没办法，5月1号出面了，剪彩出面了。啊，这说明我没死啊，我身体还好，我还大权在握，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还可以看到有一些 YouTuber 沿着3、4月份的那个故事，现在还在编什么金正恩啊、金宇镇什么什么。金宇镇怎么可能？用常识想一下，朝鲜怎么可能让金宇镇来接这个班？为什么？男尊女卑啊，朝鲜不可能。金家怎么可能让金宇镇来接这个位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缺乏基本的常识啊。所以我们大体上就是这样啊。所以朝核问题，川普，我们讲回川普又提出这个朝核问题啊。为什么？我觉得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明川普的选情真的有状况啊，有状况。他可以打的牌其实是中国牌，他不愿意打。那剩下的牌又不多了。你说刚刚出了一个留学生政策，又被人骂得要死。他希望，其实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启经济。他的希望是什么？我用经济来说话，搞定经济只要一反弹，我的选票就稳了。他的思路是这个思路。但是呢，这个中国牌他不打，然后这个经济这边重启这边呢，其实他遇到很多的障碍。为什么？因为重启这件事情，联邦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重启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权力在州政府那边啊，地方政府有主要的发言权。当然，政府可以做一些，联邦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主要的事情还在地方政府，就是州政府。那他也没办法，你急着跳脚也没办法，所以他就会出一个留学生政策。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你还在上网课，你的国际生就拿不到签证，就逼这些大学重开。那你这个政策实在是太过分了，对吗？你这个大学如果他觉得安全了，他一定会开，因为上网课还是跟上面对面的课是不一样的。谁不知道？那哪个学校不想直接到学校来上？谁愿意上网？不愿意上。但是问题，如果有安全的担心的话，他上网课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川普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政策上有点越过了他的就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边界了，所以他才会有哈佛跟那个麻省理工联手去告这个联邦政府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大体上今天的主题我们又讲冒了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这样，今天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点赞有点少，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然后就这个情况、问题、观点啊。我之前说我们这个掉粉就不是掉粉，是洗粉洗得很厉害，一口气洗掉2000粉。今天我上来一看，哎，这个平台又把这个数据恢复了，就是原来无端端少了2000人，2000多人，我不知道多少啊，具体就是少了2000左右啊。哎，今天一看，哟，又恢复2000多了，不知道，我大概平台在处理这些数据吧，啊，大概是一个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我希望我们的直播尽快的恢复我们的恢复正常啊。
恢复正常，网络不要出状况，平台不要出状况，我不要出状况，大概是这样啊。好，鸣谢一下归人111，谢谢打卡英国 Amy Wang， 谢谢，请老师吃台湾的零食奶油椰子乖乖，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绿色包装的乖乖放在设备上，可以让设备也乖乖的。OK， 谢谢 Leo 刘，谢谢 Ivy 刘，谢谢王先生，比在美国住多年的人更了解美国和民意。最近看 CNN 和 Fox 视频，民意留言一致反共，以前真的是没有。Aziza 谢谢 Black Horse 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王老师保重身体。感觉川普不会使用任何王炸级别的武器，也就是嘴上说的凶，就像王老师说的，高抬手轻放下。川普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t is a joke. Truth be told. 观点，你可以在工作室放一个后窗帘，吸音又保证光线稳定，省心省力，效果稳定。是的，我其实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我的窗帘挺厚的，可是我很喜欢这个阳光，所以我就有点不想放弃。但是可能还是要按照你说的这个。我的窗帘没有打，我现在是打开着的啊。如果可以拉上的话，我估计会吸音一点啊。可能最终我会用这种方式啊。观点：香港事变完成之后，放软身段，再次骗取西方信任，让西方忘记。中共现在就一招，在香港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逼迫西方世界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这有点像64啊，64是一样的。64就是先把我该干的事情全干了，就是我想干的事情，我认为该干的事情，我把它干了，再回过头来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西方国家的问题，然后就说各种好话，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啊，就是这样啊。这次也是一样啊，所以其实中共的这些套路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变过，差不多啊，只不过不同的人演啊，然后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啊，条件差一点，像64条件差一点啊，那在条件差一点的情况下讲啊，现在条件好了，有钱了，在有钱的场景下讲啊，然后不同的这个专业词语、专业词汇、造新的词，各种各样的方式。总之呢，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啊。西方国家会怎么样？一如既往的上当受骗啊，一如既往的错判中共。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共他诚心骗你，他就是诚心骗你。这事儿呢，也不能全怨西方，怪西方，因为在西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当中，老实讲还是比较诚实的，至少他不说假话啊，不说谎。那么他怎么会习惯说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人一上来就是骗他，诚心骗他啊，各种就是真话里面掺假话，假话里面掺真话，编出一个谎言来骗他，诚心骗他。所以经常我们就碰到一些上当受骗的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抱怨这些被骗的人，怎么连这个你都会骗？有的时候真要理解他，你比如说电信诈骗这件事情啊，被骗，被骗的人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但是责任不大。被骗的人大部分的原因是出于什么？出于人性。骗的人就是针对他的人性来下药，所以别人诚心要骗你，上当受骗真的不是他的责任，这样子就是这个骗子的责任。他会上当受骗，因为他是有人性的人。所以大家要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没有责任？西方是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是中共，他诚心骗他啊。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了解，特别是对中共的不了解，他们研究中国还停留在国家设置啊这些层面上啊，一些行为模式啊上面，他们没有直接穿透国家，穿透到国家之后直接走到中共里面去。对中国的研究，如果不直接研究中共，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西方国家研究，他没有，他们都是针对中国文化、中国国家体制啊等等这些，搞了半天，其实没搞到问题的内核。但是当然，你要搞外面，搞完外面才能搞里面。他们还停留在外面，外面就椰子，他们还停留在椰子壳上面，里面的椰青和这个都还早的呢，这个壳还没打开，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观点：王毅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好解释的。中共从来没放弃输出革命和红旗插遍全球的所谓梦想。哪一天中共真放弃了挑战美国，那一定是这个政权下台的时候。中共一切的动作概括起来就是5个字：我要当老大。王毅所有的发言就是中共公开撒谎的见证，毁灭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法治，折腾民主民生。反正大多数韭菜被奴役惯了，鲁迅当初说错了，中国哪有阿 Q 高抬某些人了。观点：实际上中共准备香港国安法准备了2-3年，这不是一时冲动，西方居然2-3年没有察觉到中共的动作，这才是最大的失败。西方有一些盲区啊，这些盲区，一种盲区是什么？一种盲区就是跟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有关系啊。就是说，西方比如说不说别的，就说美国啊，美国人他没那么关注国际啊，他只关心，他连联邦他都没那么关注。连美国都没那么关心，他真的只关心他地方事务啊。这个你从这个什么呢？你从这个电视你就能看出来啊，他真的是国际事务真的非常少，因为他关注的少，国际事务要关注到中国地球那一头去，他真的没那么关注啊。中国人才有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才有后面的5分钟的国际新闻，国际新闻才是全世界大乱，它真的有一些的，美国真的不多啊，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啊，这跟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西方人还是有些优越感啊，有优越感，就觉得这个东方还是比较落后，所以离他遥远。所以他没有把关注点放到这个地方去，他没有把关注点放到这个地方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一条，这针对中国的研究得到的资金资助就会少，就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资金和资助，他才能够这个研究中国研究透。这是第2条。第3条，对中国的研究都是熊猫派把控，就是现在美国的智库啊，基本上是被熊猫派掌控。这些人跑到中国去，好吃好喝好招待，回来就讲中国好话，基本上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通过中美交好就能获利的团体，这些人就被叫熊猫派。熊猫派控制了对中国研究的话语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是有一系列的问题造成的。香港国安法准备了2-3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过去半年时间发生的事情。2-3年时间之前我没有发现，我没有听说过啊，没听说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观点：中国人的语言越来越匮乏，看看那些发言人能感觉到，让语言词汇变得简单也是一种洗脑。中国人的语言越来越匮乏，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为什么？中共是一群土八路，没文化，他就而且暴力，所以没文化加上暴力放在一起啊，就是现在中共的语言。而且中共呢又刻意去掏空原来汉语中的原来的内涵，造一些他们用的想要造的词啊，原有的词他掏掉，装上他自己想装进去的词内容，然后他再造一些词。所以其实中共在改变汉语，的形态啊。那么当然网络的发达也在改变汉语的形态。网络的发达其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语言越来越简单啊，语言越来越简单重复。为什么简单重复？网络上的语言会非常的简单，这第二，非常的重复。重复的原因是因为它容易被搜索到啊，容易被搜索到，这是网络对这个语言的影响。所以网络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就是新一代中国人，他的语言，他的生存环境会让他的语言的词汇在减少，所以这几个东西交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汉语新时代，就现在当下的汉语是变得越来越词汇越来越少，然后表达方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粗暴，越来越无理啊！你在网上碰到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礼貌的，啊！就是特别是我讲的是中国大陆的啊，就基本上没有礼貌用语，那都省掉了啊，全部都省掉了。观点：看过《独裁者手册》就知道，100个人的房间，5个人有枪，就足以牢牢控制另外95个人。朝廷深谙此道。是的。观点：就着王舍对西方世界的战略误判，我想说2句。好，不仅仅是西方的高层，整个西方社会对我们所有人生存的世界有整体性的认知错觉。他们很多人认为整个世界人类文明都处于同一高度，并且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为数不多的世外桃源。我本人也从留学到工作这一路看过来，比如一件小事，我以前的房东认为中国的医疗和其他国家一样是免费的，然后在我跟他讲了中国的实际医疗状况之后，才恍然大悟啊！是的，非常正确，这是我想说的啊，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生存方式，实际上局限了他们对中国状况的认知。情况27年后，香港何去何从？从回归的那一刻起，香港的命运已定，一国一制，现在只是提前到来。要改变命运，就像有的口号提的，光复香港，做这件事情最有地位的是英国，利用此刻的契机收回香港，其他国家再做也是延迟一致的命运，除非那一致在此之前垮了。英国目前没有这个实力吧？拿回香港，目前国力不足。你说除非英国人后面站着美国人英国人要是后面站着美国人，那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觉得一时半刻现在看不到有这种可能性，没有这个迹象表明英国人在下这样的决心英国人如果真下这样的决心，我觉得未必不成就是说英国人真的处心积虑要拿回香港，他推动一个这样的动作的话，未必不成。就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在激烈的冲突，英国要利用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然前提是
川普真的要翻脸，川普真的把衣服脱了下海了。现在川普还站在岸上呢，西装革履站在那儿，这还不算啊！你看，我现在还看不到川普真的脱衣服，换上泳裤下海，他至少还没有开始脱他领带，那条长1米的领带，他连领带都没脱，所以他没下海。没下海，英国这个动作就成不了。英国真的是川普开始脱衣服、脱领带，那英国这件事情是你说的这件事情，前提就有了，实施那是另外一件事啊。至少我们先看到前提，现在前提没有了啊，现在前提还没有发生啊。观点很多时候历史的发展并不按照我们的预期，非常正确。比如香港事变、CCP 的独裁，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反应。但是我还是和王老师一起来对未来抱有希望。我相信邪恶本身就是邪恶毁灭的原因。这个话非常有哲理，很对，很对。邪恶最终会反噬啊，反噬。一个邪恶的政权一定因为自己的罪恶走向灭亡，非常正确。我不能再同意了啊！我不能再同意这句话了。观点：中美之间的纠结，犹如农夫与蛇。原以为被疫情严重伤害的美国总统川普不会像农夫一样愚蠢下去，但是咔咔咔咔咔，香港的民主自由就这样被蛇灭了。对免被蛇所害，农夫应像蒋经国先生那样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国民党其实很清楚，跟中共谈判没有赢过，国民党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他没底线啊！对一个没有底线的对手，你谈不赢的，谈不了的啊。那么为什么中美贸易谈判能成啊？为什么能成？因为川普下了这个实力太悬殊。我还是那句话，中美之间其实不是在谈判，就是讨价还价，最后是讨价还价而已啊。观点：在西方看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各方深入交流，各方面已经学习了不少西方文明的成果，让西方以为中国也会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殊不知，他们忽略了一点：中共就是苏共的延续，只要还是中共在执政，它的本质就不会变。西方一直被一些经济利益和表面的言辞所蒙骗，包括川普。川普不完全是被骗，我不认为川普是完全被骗。川普脑子里的某些属性，中共正好能够迎合他。所以你看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川普和这个金正恩的关系，我觉得川普对习近平也好，对金正恩也好，比对默克尔、对马克龙要好得多。那你想一下，按道理，欧盟是他的盟友吧？但是你看，川普对欧盟的态度没有他对中国和对朝鲜的态度好，那为什么呢？你想一下，为什么？什么道理呢？理论上，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川普至少有一条鸿沟吧，对吧？但是你在川普那里完全看不到，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川普脑子里某些东西，中共也好，这个朝鲜劳动党也好，跟他脑子里的某些东西是契合的，否则不可能这样嘛。你想一下，川普对加拿大，川普对西方世界的那些国家，有像中国那么友好吗？有像对朝鲜那么友好吗？没有。有像对普京那么友好，天天巴巴的找普京，巴巴的找金正恩。你看他对西方世界这个态度，上来就喊美国优先，他有对中国喊美国优先吗？没有，就是这个。所以我不觉得川普是被蒙骗，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那些东西是他想要的东西，他不是蒙骗，不是蒙骗。川普很精明，川普非常精明，他只是没有战略。
只是思维模式的问题。他这并不说川普比较笨，川普一点都不笨，川普非常聪明。川普，你看他打记者会，你看开那个记者会，就广东话叫挖头神眉啊，就是你说上半截他知道下半截，这个70多岁的老人，他能做到这个，他不足够，他没有不足够聪明的话，他做不到这一点啊。他面对那些记者那些提问，他上来你说一半，他已经知道你想问什么，所以而且他非常的机警了，所以他不笨的，川普一点都不笨啊。不会，你很难，你蒙骗他不容易的，他很清楚他要什么，所以大家你静过心来想一下，川普对于西方阵营、对于西方盟友的态度和川普对于3个国家，我就说3个国家的态度，俄罗斯、中国、朝鲜的态度，他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川普是被蒙骗啊。观点：中国就是在蚕食世界，慢慢来，它的决心很大，动作可以很小，它不断的爬就行了啊。观点：美国的危机感必须来自战争，比如有了偷袭珍珠港才参加2战，911才真正开始反恐战争，没有直接的战争对抗，美国就仅仅是冷战，比如美苏之间，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特点。你要让老百姓去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困难啊。观点：就是因为你们分辨不清楚国家和政党的区别，才会被共产党利用，通过表面的爱国进行爱党教育。说实在，在一般的国家里，一般的国家说不爱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中共一再强调爱国的重要性，其实蛮奇怪的。爱国这件事情呢，和什么有关系？和中国的传统是有关系的啊。爱国其实往上追到的是什么？忠君思想。中国的传统教育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这个非常粗壮的价值是什么？就是忠君思维，就是要忠诚你的皇帝。那么整个的中国的社会，往下走的社会都在灌输一件事情，要忠于皇帝啊。所以忠君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共要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源头来自于忠君思想。然后我就是国，国就是我，党就是国，国就是党。你只要爱国，就是爱我，因为我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中间的这种源流是一个这样的源流，所以很容易的，就是这个设计还是有点精妙的啊，观点：我觉得撸起袖子加油干之后的汉语才崩坏的，没有，不是的，中共建政开始，汉语就开始崩坏了啊，就是一个，当然你大规模的崩坏，第一个当然是简体字啊。把这个汉语变成简体字，那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汉语的一个劫难啊！汉语的一个劫难是从简体字开始啊。那么当然，中共建政之后就一直在，中共其实没有建政，他已经在玩文字游戏了，所以其实很多这种东西在里头，它就是文化重建，中共和柬埔寨、红色高棉他们这一票共产党，他们就是他们整个的组织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共同的事情，就是改造人类。改造人类从什么开始？从人种开始啊，像是比如说柬埔寨说把所有的有文化的人全部杀掉，这就是人种改造啊，然后共产党的什么文化改造。啊，就从语言开始啊，官员不能叫官员，叫干部啊，这种啊，驾驶员、司机叫驾驶员，司令叫司令员等等啊，指战员、士兵叫指战士，他把这个词汇进行改造啊，用各种语速去，其实这是什么？这就是洗脑工程的一部分。
观点：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无良无德政府的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问题。原因完全归结和批评美国这届政府有失公平。中国人问题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啊，我们讲的不是美国人的责任啊，我们讲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啊。那么这和你看，这就是护主心切啊，护主心切。我们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很清楚的讲的是西方国家或者是美国的智库啊，包括美国政府。也没有仅仅讲是美国本届政府啊，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都是误判，所以没有对本届政府不公平啊。你这护主心切，我安慰你一下啊。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可不是中国文化里的东西，中共实质是取了中国文化中最歹毒的东西把它放大，实质是中西方最恶的东西的完美结合。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啊，文化大革命是这个毛泽东脑子里的东西啊，它只是叫文化革命，其实本质并不是文化革命，它是中共的整个的对人民的全面的无底线的操弄而已啊，跟文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时间又过了，今天好多观点呢，怎么办？我念不完了，大家还是去社区看吧，我就不念了，我念最后一个好吗？观点：我认为这次美国选举有3个主要的议题啊，我觉得很有价值啊。1. 疫情和疫情带来的一系列衍生问题。2. BLM 和平权 3. 中国带来的国际问题与国家安全。中国问题本来是川普政府的强项，而且主打中国问题也能让川普在疫情问题上得分，在民权问题上不失分。可是川普为了大斗，放弃了自己的强项。川普制造的新议题如高校开学、朝核问题，现在看来全是失分。若是不能在选前及时调整，则必败。我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那我们下面就进入鸣谢一下啊。Ray for wait，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加油。雨萌，谢谢王老师客观的分析。曾明奇，谢谢，请王老师喝高山茶，谢谢。Lind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Patrick 长，谢谢。Ben 超，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观点再念一个啊。前2集王老师急了，我也着急，这2天冷静下来想想，让西方以川普为首的傻瓜们继续幻想，最坏的情况大不了全世界沦为现在的墙内，我们这些在墙内生活过几十年的人肯定比西方的傻瓜更适应，想想也就平衡了。不想不怪不求不希望，反正最后被气死的不会是我们这些墙内有免疫力的人，这么想想大家也就不急不难过了。我这里要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说法。什么说法？我的想法啊。是的，我前两期节目我真的是有点着急啊，有点着急的原因是因为香港这件事，香港事变真的给中共办成了啊，办成了这件事情让我又愤怒又着急又生气啊，所以我的情绪放到了我的节目当中。我看到这个网友的建议呢，我也有一些感慨。我会尽量的克制我的情绪，尽量避免把情绪带入节目。但是也不能够完全避免不能完全避免。但是不能完全避免呢，我就尽量的克制一下
但我现在这里先跟大家报备啊，我有可能会把情绪带到里面去，大家尽量免疫一下啊，免疫一下，好吧？我尽量的能够做的完备一点，好吧？啊，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尽量的控制住啊。OK，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下个节目再见，谢谢。